这是去传凭证，你走吧，我不会再把你牵扯进来的。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。钟子不要了，那笑呢？你沉湎伤情，自残自蛊，定国公能走得安心吗？人死如灯灭，他不会知道了。你不如他。我是不如他。国公爷，你是福亭军民们的大帅，我这一世的富裕自在，多亏了你。福亭疆土为实，黎民安定，都是你用血肉换来的。多谢，走好。陛下已杀了人证，又圣旨结案。我说不让他改朝换代，又如何能改变这一切？你的眼睛只会用来拷问我吗？陛下若是真要冤害定国公，怎会因为一把戒尺而放过蒋氏满门？你相信我，陛下一定是知道真相的，只是碍于时局，不得已才结案的。那我就要忍着耻辱和仇恨回去谋官高就，是吗？你失去官职，历经多年，朝局之事知之不多。敌暗我明的情况下，如何能翻案？眼下不仅线索尽断，你的野心、抱负以及心性，满朝皆知。这样一把利刃锋芒毕露，谁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你可知刀的真意不在杀，在藏。唯有把刀放入剑鞘里，藏锋不露锋，才能看清楚事实的真相，再决定如何走下去。定国公用血肉之躯换来福亭疆土为实，黎民安定。他不仅是在你一个人的心中，更在所有福亭人的心里。你的一言一行、一招一式，都是你舅舅言传身教。松王，你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即是他。世子果真在此。世子，定国公的事儿，我从宫中探来了消息。怎么样？司隶选继为兵弼公公献华，陛下至今仍望这件事说些胡话，夜夜魂梦难安。太医和术士招得也更勤了，看来陛下对世子问心有愧。世子何不利用？果然又被窦昭切中要害。若非那半截戒尺，是怕蒋氏族人难保全，他如何料到？陛下不舍定国公冤死，却又仓促结案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主谋，能让一国之君违心包庇？在董桌上，为保全局，有些牌坊王不得不说，为君主的赌桌太大，是整个朝廷、整个天下。东南居封时，陛下让太子去赈灾收揽民心，被定国公驳斥，自行赈灾。难道是定国公不肯扶持太子，没记恨报复？
世子是说，陛下为报储君问出太子一党，刻意隐瞒。定国公被押解回京时，几位皇子有何行动？只有太子和庆王前来问询，未有行动。世子，福亭军营那边出事了。这狗屁朝廷害死大帅，不效忠也罢。与其背负污名，受这阿萨奇，不如上山为寇。是啊。这些要杀头的话，往后莫要再说。我也被解了军职，不是你们少帅，我是来道别的。往后，我们各奔东西，各挣前程。少帅，都是参军的，谁会怕死啊？不清不楚的做个孬种，才是愧对大帅的英灵啊！我们做梦都想给大帅报仇，舍了人命去也不怕。如果知道凶手，我们早提刀雪恨去了。少帅，少帅，少帅！如果你们还当我是少帅，这就是命令。即日起，定国军解散。参将以上者，随我入帐议事。诸位待我舅舅如此赤诚，宋末不敢欺瞒。圣裁虽下，可主谋另有其人，我欲追查到底，血染凶手。此举凶险万分，从此以后，你们不能做明兵，只能做暗卒。早知道少帅不会抛下我们。这10余年，我等一心戍边，对京中事知之甚少，才一次次遭人暗算。如今，无论是为了翻案，还是为了保存定国军意志，都需在朝中扎入我们的耳目。少帅，您有何命令，尽管吩咐。拿酒来。5万人目标太大，选最精锐500人随我入京，其余将士依旨赴任韬光养晦，以恤燎原之力。定国军5万3千兵马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干！干！此事我们也是苦主，你的罪名都已经澄清了。分明就是他抢的！别拿！别拿了，别拿了，不要了！人家嫂子，你只偷了10两，对方手中玉器不够5、60两呢。你们家没有按时还钱，不得赔点利息吗？起开了！我朝律例，凡入屋抢劫者，没抢到的，杖20，留3年；抢到了的，轻者流刑，重者绞刑，光天化日，罪加一等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好一个天经地义！欠债还钱，那打砸伤人该如何？哦，伤了人的，那便更不好办。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了。商船被扣，我们的货全烂在船上了。那可都是我们的血汗钱。可不是嘛，就是。我乃京中西窦家4小姐，窦昭，也是苗家主家。今日我画下契约，10日后结账。这玉镯是我的家传之物，作为信物抵押到官府，10日内必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是你母亲的遗物，不可以。
信我的，这就画押；不愿意信的，这就跟我去官府走一趟，看看是苗家欠的多，还是你们砸抢伤人赔的多。我画。我也来。那我也来。忍着点啊！还好这伤口伤得不深。赵姐姐，我不能让你把镯子抵给那些人。你是为了我才亲自来到福亭的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这事儿我应该担着，我这就去牙行，把这仓库还有店面全抵了，也要帮你把镯子换回来。牙行不识货，什么铺子仓库，哪有你珍贵啊？要不你就把你自己抵给我吧。那也可以，按照主事的工钱算，我应该给赵姐姐干上3224天，应该能还清，也就是8、9年的光景。唬你的！我娘要是知道这镯子派上这么大的用场，定会非常高兴的。放心吧，这真定首付的家当还能换不回个镯子吗？这里的6厘息写着支取进货，账却未平，货呢？我以货代资，投了件十方。哼，这大灾之年投十方，公子这买卖做的，真乃是投金成石。不是还有我姐那嫁妆？你这个不争气的，少打你姐嫁妆的主意。你姐她都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了，那没有银钱怎么嫁得出去啊？哎呀，安素要嫁人，那安平呢？安平今年要参加科考的，你就让她一路讨着饭去科考啊？只要能还债，什么嫁妆不嫁妆的，能卖就卖。我能有嫁妆，都靠赵二姐。如今拿出来，是为了还清债务，不连累她，并非只为了安平。安素，你当真愿意？我不愿意。赵二姐，商船上的货物还不少，你点过了吗？事情刚过，福亭大小衙门还是一团乱，还没来得及点呢。五哥，映雪非让我问一下明姐和德珍的事儿，说若是请岳父出面说和，吴阁老未必不会松口。木川的信。木川此番新晋入阁，原内阁中定国公就义，多被致使返乡了。吴宜芬年事已高，还能撑多久？五哥的意思是，那帮老臣运势将尽，吴家的台面迟早要塌，与他们结亲还有什么意义？你应该让映雪去顾尽跟魏家的关系。来，接礼也放下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免得沾染上病气，又要责怪寿母。哎呦，咱有礼仪制就感人的道理呀。四小姐若不方便见人，应声回个礼也是好的。这是窦府的事，表小姐若是想管，是不是也要看看自己的身份呢？我今儿就……我可管得了。祖母，青天白日，星妖作怪，10余年了，你也没送过几回节礼呀。如今我跟寿姑病着，你们又打什么主意？
婆母真的是误会了。我听说啊，这昭姐得了水花，特意去庙里请了一尊斗枕小像，这东西不比其他，必须要交由昭姐亲自供上，要不然就不灵验了。哟，什么娘娘菩萨，我从来不信这些，统统拿走。万万不可呀，婆母，这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若是怠慢了神像，最损家中福禄。我想，昭姐儿也不愿此事发生吧。四小姐呀，还是出来见。胡闹！出水花最怕透风，赶紧捂好了。好，祖母。行了，我替寿姑收了。想必京中事务繁忙，我也就不留你们了。没什么事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以后就别再来了。老夫人，咱们夫人也是一番好意。周嬷嬷，那就烦请婆母把这神像转交给昭姐儿，我等就先告退了。让开！祖母，让开！怎么回事？啊？寿姑她去洗漱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说实话？寿姑她去福亭了。眼下福亭是涉案重地，他去干什么呀？他是不是跟这案子也有关系？是波斯扣了苗家的商船，寿姑怕安素一个人去，她不放心，就……哎呦，这不是胡闹吗？真是你们，这就是胡闹！好了，夫人这就走了，怎么不再看真切些？你刚才没看见吗？他伸出来的那只手光滑得很，这得了水花，怎么可能一点疹子都没有？咱们今天啊，来对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走吧，回京城去。这昭姐啊，真是胆大包天，作为一个大家闺秀，不但抛头露面，还私自跑到福亭去了。这福亭啊，现下因为定国公一案，混乱得很。据说近日还流民四起。这昭姐儿，老爷、夫人，济宁侯府来帖，明日想设宴邀请七爷、夫人和小姐们过府一叙。哎呦，都这时候了，还叙什么呀？既然是专门设宴，怕不成是谈婚事？还是回来吧，等我把寿姑接回来再议。来人，备车。不能推啊，老爷。这昭姐去福亭之事，倘若走漏了风声，别说她自己了，就连明儿以后也很难嫁出去了。要不然，明日就说，老爷和姑娘们染了风寒，由我带去赴宴。好，那就交给你了，你相继而行，我先走了。是。这下酒菜很是别致。福亭的特产吗？方才清货，发现好多食物都坏了，还有像西洋薯物没坏，我就挑了几个，想烤来尝尝。绵密清香，有点类似薯芋。可是好多都发芽了，不能吃，也不能卖了。不能吃，但可以种啊。在船舱那么阴暗潮湿的地方，它都能发芽，可见它一定非常好养活。若当季种的话，大概3个月就能有收成了。所以啊，那些本金啊，你就先别着急还我了。你可以用这些钱去租荒地来种。今年各地水灾，这粮食本就欠缺，只要你种的够多，不仅能让百姓们填饱肚子，而且还能扩宽新的粮食品类。哪有2行会不收呢？按50文1斤的白面算，1亩可以产300斤，1年有10亩地，
就可以挣100余两银子，真是个好办法。就按照姐姐说的办。什么好东西？季勇，你又玩这个？好吃的。尝尝，还成，就是不够甜。季公子，你怎么戴这么吓人的面具啊？招财的，给你送钱来了。你谈好了？什么价格？什么买家？想看？求我。求你。你还真求啊？没意思。你看，公布出这么高的价格买船，从来没有朝廷买民船的事儿。不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的事儿，我还不乐意干呢。我对工部尚书穆川上书了变革海贸之策，将民船卖于官府，将海事外贸归于朝廷，这样既可解民难，亦可充盈国库。多谢季公子。哎，不用谢我，是窦昭以豆腐的名义发了帖子，穆川才肯见我。昭姐，你我之间就不要说感谢了。现在好了，危机解除了，明日我们就一起回去。赵姐姐，我不能同你一起回去了。每年开航时，我都和父母一起来这里，为船添油打蜡，小船变大船。如今一招空，我也该长大了。你是要留在福亭，帮扶家业？赵姐姐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今日我失去的，往后我都会挣回来的。好，那就祝我们如愿，来日平安顺遂，自由胜意。平安顺遂，自由胜意。自由胜意。见过穆尚书。好。见过穆大人。穆大人，这边请。卖船这个点子，价值千金，我欠你一个大人情。什么人情？游戏而已，玩的有趣，更胜千金万银。哦，改革的策论我卖了个好，落了穆川的款，作为交换，他举荐我去王府做长史。长史威逼世杂，既要对皇子辅相归奉，又要定期向陛下报备，是个两头都不讨好的活。越不容易干的事儿，越容易干得出挑。我做事喜欢事半功倍，才不想像那些船货一样搁置到发霉。既然当今太子不受宠，那我便赌个大的，辅佐其他皇子。你要去的是庆王府。太子生母沈皇后，出身低微又早逝，扶持太子的朝臣并不多。庆王呢，礼贤下士，又掌辽东兵权，其母万皇后深得皇上恩宠，加上我，胜过太子的赢面很大。曾听说，庆王谋逆成功，得益于身边有个绝顶聪明的谋士。难道是他？季颖此番去辽东辅佐庆王，是否又会因此不得善终？只是我劝你，还是要再好好想想吧。我就不和你卖关子了。庆王叛逆，日后必反，你可别忘了你的入世初心。反了，不正好中了我的初心？你一早便知。未来寰宇，天知地知，我知，你知。物物而不物于物，王侯将相，在我手中不过就是千里镜。朝廷腐朽不堪，外敌虎视眈眈。我要的不过是有人赏识，掌权革新。依人是小事，依国
我有的是桃蕊，可令我国朝续命100年。穆尚书，就是这里。这就是你信中所说经久不坏的蜀物。福亭人称它为土豆，可是时间耽搁太久，好多货物都坏了，可它却没有烂。如此看来，此物要比整船的货物更加珍贵。哎，这草莓酥山啊，只能在福亭一饱口福，去了辽东可就吃不到了。你不是说苏山性寒，伤脾胃，吃多了容易头昏脑热吗？死板，吃伤了我再治不就成了？吃吧。喝酒吃肉，才是方刚男儿。你看这8尺须眉，却吃妇孺喜好的甜食零嘴儿。吃食口屁，还分男女壮幼呢，幼稚。哎，你俩倒是吃肉喝酒，是能征战沙场，还是能治世定国？狂妄啊，狂妄！小姐，实非良配呀。是啊，你俩最配。你莫要动怒，吃酒，吃酒。哼，来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辽东雪大，裂坑又多，我平日里见你总是眯着眼睛，想是目力不济。这个是我跑遍了京城铺子搜罗到的，就当做是离别之礼吧。这你都能注意到？原来凑近看，发现你长得也不丑。哎，行，那我也回你个礼。这苏山上的草莓啊，每次我都舍不得吃，直到最后才会吃。给你。叔姑，爹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再不赶来，你怕是要把这福亭掀翻了吧？武伯，你好得很啊，败坏家风，与人私奔，找到如意良配了是吧？叔姑啊，你一个贵阁小姐，独自跑这么远来福亭，知道家里人多么担忧吗？爹，武伯，这位是吉安崔家的表亲季表哥，也是负责市舶司案子的季大人。好，原来是季老爷家的孩子。见过二位表伯父。你真是千里迢迢把家里的脸面丢到福亭来作践。我此来福亭是为帮助苗家脱困的，安素妹妹的苗氏传业，是我出资扶持的，于情于理，我都不能坐视不管。合情合理大得过人伦和名节。你黄花闺女，本该避名待嫁，却跑到这里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一个苗家本来就是田庄上的一仆人，现在操行商贾，跟你是贵贱有别。你没有这样的妹妹。我们北楼窦家不也是挑货郎起家吗？而后未分贵贱，分成了东窦西窦。难道自家老祖宗也要撇下不认吗？你竟敢跟我讨论祖宗家业，反了吧你！哎，五哥，不可息怒，不可息怒。武伯父，海贸困局，窦昭也帮忙献策，算得上朝廷的功臣，打不得。你不必多嘴，不孝子孙。你祖母以为你病了多少天，你知不知道？祖母怎么了？哼，祖母究竟怎么了？你祖母思念你过度，卧病不起，映雪正帮忙照料呢。王映雪，你那么有主意，那么有能耐，死个长亲在你眼里又算得了什么？武伯，窦昭知错了，我远赴福亭，理应受罚，任凭武伯处置，只求速回田庄，侍奉祖母。这个帖子送给当地父母官，就说我们窦家嫡女从来没有来过福亭。是。
爹，武伯，祖母的病情我最为了解，现下急切，不如我们连夜启程吧。现在知道急了。田庄有你母亲照顾着，不打紧。倒是我跟你爹为了寻你，千里奔波，又托了那么多的关系。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为了照拂自家人。武伯，窦昭都明白，我愿意把我在福亭的全部私产都交于家中打理，以赎其过。笑话！我跟你爹跑那么远，就是为了谋你那点私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愿意回家中尽足思过，从此谨听长辈教诲。寿姑也是一片孝心，五哥，不如咱们这就出发吧。我们一路奔波，本该休整几日的，也罢。休息一下，5更启程。多谢武伯。客官，事儿是吧？本来是可以在乌镇投宿的，非要一刻不停的赶路，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。五哥，喝口水消消气。寿姑也是急着为了去看祖母，都是一片孝心嘛。既然大家伙都累了，咱们今晚就在这儿安营扎寨。五爷，七爷，前面有一军帐。两位大人，可是窦五爷和窦七爷？正是。请问，将军是？两位大人好，我等是驻交边军，前方营地是我军为赶路人提供的歇脚之地。两位大人可以放心在营地歇息。哦，怎敢叨扰贵军军务啊？伺候好两位大人就是我等军务，稍后便会有酒菜奉上，还请两位大人切莫推辞。那就谢谢将军了，请。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了，给将军添麻烦了。客气了，请。这菜够丰盛的，未免太丰盛了，不像是军队的作风。多谢。来，晚上好。小姐怕是走得匆忙，伤了脾胃，这油腻荤腥也别吃了。我去问问有无些清淡粥水。回西学家，以喜迎喜。西小家是福亭的兵，若我没猜错，他们是定国军。定国军怎么跑韩州来了？一会儿说。报告文牒，我要送哪儿啊？急事。多谢。
七爷，听说最近渝州城流寇猖狂，进城还需路引才可放行。咱们出来的匆忙，哪里准备了路引呢？素兰，我猜有人已经交代过了，去把高升叫过来。小姐，待会儿你和官兵说，是礼部堂官回京复命，途经此处，看看能否放行。我没问题吧？好，没问题。官爷，可否让我家大人先行通过？你家大人官爵何职啊？礼部堂官，窦世书。礼部姓窦的？正是。放行开路，快！让开！过往经过渝州城，也没有这种阵仗，是为何故啊？回五爷，听他们说是上峰吩咐的，礼部姓窦的优先放行。有这样的事？相信我，此事与你我毫不相干。怎么停车了？四小姐的马车先进去了。来人呐！有人打劫！守护！看把手，快点！一、二、三！一、二、三！一、二、三！各位，这是？我们是附近的村民，这村上的路不平，一到下雨天，就有许多路过的车陷进去。我等就是大把手推车的。多谢各位了。素兰，把咱们的碎银子分给大伙，就当答谢大家了。哎，我们不为报酬，只为助人。前面还有我们的人，祝四小姐一路顺风。走，走，走。他们怎么都知道你叫四小姐？别说话，快上车。我很少出远门，如今看来真是太平盛世啊！什么太平盛世？这都是冲着你闺女来的，在哪儿结交的这些三教九流？我们四小姐菩萨心肠，到哪儿都有老天庇佑。五哥说笑了，寿姑怎么会认识这些人呢？继续赶路。寿姑，五哥，你不进去探望一下母亲吗？你还想留在田庄？户部的差事不管了。可母亲她还病着。你我又不是大夫，看了就能好喽？有窦昭和他母亲照看着就行了。爹，武伯，我先去看祖母了。既然已经签了婚书，今后就要恪守本分，安心待嫁就是了。婚书？
你爹没告诉你吗？你在福亭的时候，你爹和你母亲已经替你签了婚书。也是事出紧急，我原本想着等你回来再议，可没想到，映雪她已将婚书签了回来。哎，守顾，这窦武和窦钦也都是良薄之人，哪像世子这般热心肠啊！一路护送四小姐至此，却连声招呼也不打一个。他既说了不愿再见到我，那也不必再惊扰他。不过能让他早一刻见到自己祖母，也是好的。周姐，你平安回来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宋墨弑父杀弟，就在今年。莫非除定国公的冤情以外，还有其他原因让他性情大变？今为命在旦夕，我母亲可是尸骨未寒，进入死局。如今我需要的是我要拿的东道。